黄金一周飙涨 5.5%， 4600一举拿下。白银更猛，单周暴涨接近 7%， 重新逼近70大关。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一句偏歌，几乎点燃了整个贵金属市场。可这一波突破，到底是新一轮上攻的起点，还是利好出尽的顶点？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市场已经休市。我们用这期节目好好回顾刚刚收官的这一周，黄金和白银究竟怎么走到了这里，再一起展望下周。先郑重提醒一句，我接下来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本周黄金收在 4680.6， 大涨 5.48%， 白银收在 69.53， 暴涨 6.79%， 双双走强。第二，最大的推手是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释放的降息信号，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应声回落。第三，下周最该盯的是黄金能不能站稳4600，以及周五那份美联储最看重的核心 PCE 物价数据。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我们先看最新的，也就是周五这一天，因为它是这一整周的终点，也是这期节目的头号主角。周五 COMEX 黄金期货一根大阳线冲上去，收在 4680.6， 单日就拉了100多美元。白银同步走强，收在 69.53。 然后我们把镜头拉远，看这一整周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里的。周一开在4470附近，周二还回落到4420试探，很多人一度以为涨势要歇，可从周三开始，市场情绪彻底翻转，4540、4570，再到周五的4680，一浪高过一浪。白银的节奏几乎一模一样，从周二的64低点一路补涨到近70，整整一周，黄金累计涨了 5.48%， 白银更是涨了 6.79%。这里我要诚实的跟你做个回顾，上一期节目我们死死盯着4590这道200日均线的总闸门，我当时说今晚鲍威尔只要偏鸽，金价就有机会一举拿下它。结果呢，鲍威尔确实偏鸽，金价周五直接放量突破，收在了4680，把200日均线甩在了下方90美元。这个方向走对了，但也正因为走得这么急，新的问题才更值得警惕。涨得越快，透支的也越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层层拆开的核心。我们把镜头再拉近，专门看黄金这一周的路径。这一周最关键的技术意义，不是涨了多少钱，而是收盘站上了4590这条200日均线。要知道，过去3个多月，金价一直在这条线下方反复挣扎，它像一道天花板，压着多头抬不起头。而这一次是真金白银的收上去了，而且离得不近。这说明什么？说明买盘不是零星试探，而是成规模、成建制的进场，把空头的防线整个推平。从周内的量能看，周五那根大阳线的成交量明显放大，这种带量突破，含金量要比缩量上涨高得多。再说说这一周的多空格局，从周一到周五，黄金的周内低点大约在4420，周内高点是周五的4690，整整一周的振幅接近300美元，这在黄金身上算是很大的波动。更关键的是，价格几乎每天都收在当周的相对高位，没给空头留下什么反扑的机会。这种走势，我们通常叫做强势的单边上行，买盘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每一次小回调都被迅速买回去。那么是谁在控盘？就是那些压住降息、提前抢跑布局的多头资金。
只要降息这个大逻辑不被证伪，短期内空头很难占到便宜。当然，我也要提醒你冷静的一面，一周涨5个多点，对黄金这种大体量品种来说是相当猛的。价格现在离50日均线4179已经有500多美元的距离，短线严重偏离均线，就像皮筋被拉得很开，随时可能有回抽的需求。所以你要分清2件事，中期站上200日线是结构性的利多，但短线这个位置追进去的性价比已经不高了。真正稳健的做法是等它回踩，确认4590不再失守，再谈下一步。说完黄金，白银这一周其实更抢眼一些，白银单周涨了 6.79%， 跑赢了黄金的 5.48%。金银比价从上周五的 68.15 小幅收敛到 67.3， 这背后的逻辑是白银的高贝塔属性，它是黄金的高弹性表亲。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黄金是稳重的大哥，白银是脾气更冲的小弟。行情往上走的时候，白银往往涨得更快，可一旦行情反转，它跌起来也更狠。这一周风险偏好整体回升，白银既沾了贵金属的光，又带着工业金属的属性，自然涨得更欢。不过要注意，白银虽然重新逼近70，但它头顶还压着一条更重要的线，也就是 71.3 附近的200日均线，这道坎它这一周还没能拿下。所以白银现在的位置是站上了50日线，气势很足，但还没完成对200日线的收复。它跟黄金比属于强，但还差最后一口气的状态。再补充一句，白银的周内节奏，它周二一度跌到64附近，把不少人吓了一跳。可从周三开始，它跟着黄金一起反攻，短短3天就从64拉到近70。弹性可见一斑。白银这种大起大落，根源就在于它一半是贵金属，一半是工业金属的双重身份，既能分享降息带来的金融属性行情，又能受益于经济不衰退的工业需求预期。所以当市场同时压住降息，又压住软着陆的时候，白银往往就是弹性最大的那一个。那么是什么点燃了这一整周的行情？答案几乎所有人都猜到了，就是美联储的降息预期，而这个预期在周五被鲍威尔亲手推到了高潮。我们一步步来看这个传导链条。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明确暗示政策立场需要根据风险的变化做出调整。市场把这句话解读为9月降息的绿灯，降息预期一升温，美元指数就往下走。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从周初的 4.71% 附近回落到了 4.65%。这条链条对黄金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再讲的直白一点，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你拿着它，它不会给你利息。而美债、美元存款是生息的，当利率高、收益率高的时候，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大，资金更愿意去吃利息。可一旦市场认定要降息，收益率往下掉，持有黄金的这个隐形代价就变小了，黄金的吸引力自然回升。这一周就是这条逻辑最完美的演绎。降息预期升温，美元和实际收益率一起走软，金银顺势起飞。不过，同样一件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读。有人会说，降息利好其实已经喊了大半年，市场早就反复交易过了。鲍威尔这次不过是把预期兑现，属于靴子落地。按这个看法，真正的利好正在被消耗，而不是刚刚开始。这就是同一份消息的2种读法。看多的人看到的是降息周期正式开启，金价新空间被打开；看空的人看到的是预期已经打得太满，随时可能获利了结。哪一种会赢？关键要看下周的数据，会不会给市场一个继续做多的新理由？这个悬念我们先记在心里。至于地缘政治和避险情绪，这一周其实退居到了次要位置。你可能会问，金价涨这么多，是不是又有什么突发的避险大事？还真不是，恰恰相反，这一周股市风险偏好是回升的，资金并不是在恐慌避险，
而是在主动拥抱降息带来的宽松预期。这一点很关键。本周金银的上涨，底色是宽松交易，而不是避险交易。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如果是避险资金推动，风波一过就容易撤；而如果是宽松预期推动，只要美联储降息的方向不变，这波资金的粘性会更强一些。换句话说，这一周金银的上涨底子更扎实，但也更依赖降息预期不被打脸。这也是为什么任何一个动摇降息节奏的消息，都可能成为回调的导火索。顺着降息这条主线，我们就必须把美联储单独拎出来讲透。现在市场对9月降息的押注非常高，鲍威尔周五讲话之后，一度从70%出头的概率跳升到90%以上，等于给这份押注又添了一把火。但我想提醒你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风险点，市场往往会抢跑。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在美联储真正降息之前，就已经把降息的利好 price in 提前反映到价格里了。这就带来一个经典的现象，叫做利好出尽是利空。等到9月真的降息落地，反而可能出现获利了结的抛压。所以对黄金来说，接下来的关键不再是降不降，而是降息的节奏和幅度，会不会比现在市场预期的还要割。如果后续数据支持美联储降得更快更多，金价还有向上的空间。可如果哪个数据让市场怀疑降息会推迟，那这一周涨上来的部分也可能快速回吐。这也是为什么下周那份通胀数据会那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在展望里细说。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叫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黄金真正怕的其实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实际利率走高。因为实际利率代表的是持有现金在扣除物价之后真正的回报。这一周的组合是名义收益率往下走，而市场又预期通胀短期内还算温和，一来一回，实际利率是往下的。这恰恰是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最喜欢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线资金愿意在降息周期里把黄金当成资产配置里的压舱石。聊完基本面，我们从技术面把黄金的关键点位摆一摆。上方第一道压力看4740，这是今年4、5月份高点密集的区域，也是金价冲高后可能遇到卖压的地方。再往上才是重新挑战年内高点的故事。下方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刚刚收复的4590，也就是那一条200日均线。它现在从天花板变成了多头的地板，这条线守不守得住，是判断这波突破真假的第一道试金石。如果哪天金价带量跌回4590下方，那就要警惕突破失败，多头陷阱。再往下，4500是更深一层的支撑。打个通俗的比方，突破一条重要均线，就像翻墙，翻过去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稳稳站在墙头不掉下来，才决定这次翻墙到底算不算数。4590现在就是那道墙头，也是多头必须守住的地板。再来看动能指标，黄金目前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也就是 RSI， 读数在 74.6。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数值越高越超买，越低越超卖。通常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74.6已经明确进入了超买区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短线的上涨动能虽然很强，但也已经相当透支了。回到开头那个反转还是洗盘，起点还是顶点的问题。RSI 这么高，恰恰说明短线回调的空间还没有释放，追高的风险在积累。它不是让你看空，而是提醒你别在最热的时候冲进去。白银的技术面逻辑跟黄金类似，但它自己的位置更值得单独看一眼。白银上方的关键压力是 71.3 附近的200日均线，这一周它冲到近70就有点力竭，说明这道坎不好过。下方支撑看67，这是之前的阻力转成的支撑。再往下是 66.5，
白银的 RSI 读数是 68.3， 属于中性偏强，正在逼近超买，但还没到。跟黄金一比，白银的动能没那么极端，也就意味着，万一贵金属还有最后一波，白银理论上比黄金还多一点余地。但反过来，一旦回调，白银的高弹性也会让它跌得更快，这一点你心里要有数。说到这里，我必须给这份乐观情绪泼一点冷水，讲讲风险。这一周金银涨势喜人，但越是普涨，越是情绪高涨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第一个风险是超买后的技术性回踩，黄金 RSI 都74了，任何一个不及预期的消息都可能触发获利回吐。第二个风险是下周的核心 PCE 数据，万一通胀比预期更顽固，降息预期就会降温，这一周的涨幅首当其冲。第三个风险是白银的高贝塔，它涨得比黄金多，真回调起来也会比黄金猛。所以无论你现在是看多还是看空，都请务必谨慎，管好仓位，别被一周的大涨冲昏了头脑。好，最后我们把所有线索收拢，做一个下周前瞻。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部分，因为这两个时间维度现在看到的风景很不一样。先说短线怎么看，下周最重要的日程是周五那份美联储最看重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这是判断降息节奏的关键标尺。如果它继续降温，等于给9月降息再添筹码，金银有望再上一个台阶。可如果它意外反弹，降息预期一冷，这一周涨上来的部分就容易回吐。除了 PCE， 还要留意9月初的非农就业数据，以及9月中旬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这一连串重磅事件会一环扣一环的决定方向。价格上，短线就盯两个数，黄金4590这条200日线守住，多头就还站得住，多空反手就看它。上方压力4740，白银则看67的支撑和71.3的压力。我给你画一张简单的情景图，上行情景，如果下周核心 PCE 继续降温，黄金站稳4600，并且有效突破4740，那这波就有望打开通往年内新高的空间，白银大概率跟着补涨，去挑战71.3那条200日均线。下行情景，如果 PCE 意外走高，降息预期被浇冷水，黄金大概率先回踩4590，一旦带量跌破，下方就看4500，白银则可能更快的回落到67，甚至66.5。这两种情景的分水岭，说到底就在4590这条线守不守，以及下周五那份通胀数据够不够软。再说长线怎么看，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黄金的大格局我依然是偏多的。为什么？因为支撑这轮牛市的几根柱子都还在，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趋势在延续，美国的债务问题没有解决，而实际利率正随着降息周期往下走，这些都是黄金中长期的顺风。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价格偏热，需要消化，我更倾向于等回踩，但长线方向依然向上，短空长多并不矛盾，反而是给了有耐心的人更好的位置。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一波突破到底是新一轮上攻的起点，还是利好出尽的顶点？我的判断是，方向上是起点，但节奏上别急，站上200日线是真突破的第一步。可周五这根大阳线里已经透支了不少降息的预期，短线更可能先震荡消化，确认它是真起点的信号，是回踩4590不破，然后重新站上4700。而如果带量跌回4590下方，白银又领跌，那就要小心利好出尽。一句话送给你，4600站稳才算真突破，别把利好出尽当成起点。那么问题交给你，你觉得下周金价会不会站稳4600，甚至去挑战4700？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再次郑重提醒，本期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
请你务必独立决策，谨慎操作，盈亏自负。好了，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更新你都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